咁今年嘅 Apple Event 一個全新發布 iPhone 16嘅蘋果發布會又再一次圓滿落幕啦！呢條片我會講關於一啲佢哋發布咗嘅新嘅嘢，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一啲我仲等緊而今次都未有嘅嘢。首先大家最期待嘅就一定係全新嘅 iPhone 系列啦！咁今年就係 iPhone 16，第一樣大家一定見到嘅咧就係呢個嘅打直相機佈局，就有5隻色，當中包括呢個嘅群青色啦，英文係 Ultramarine， 佢係一個比較紫地色嘅藍色、湖水綠色、粉紅色、白色同埋黑色。今年嘅顏色嘅鮮豔程度都絕對高過舊年好多。佢嘅 Ceramic Shield 比起上一代堅硬多50%，兩個尺寸都係一樣，而用嘅就係呢個嘅 A18嘅晶片，亦都新增咗 iPhone 15 Pro 上面嘅 Action Button， 我用佢就係我哋去開相機。咁而大家一直以嚟都傳聞咗呢個叫做 Capture Button 啦，就喺呢部 iPhone 嘅側邊，去我哋專門攞嚟影相，去放大個快門，去撳掣咁樣。咁不過咧，佢哋今次就將佢稱之為 Camera Control。雖然我會覺得 Capture Button 呢個字呢個講法好似會更加專業咁樣，咁不過呢個掣所做嘅嘢咧，同我哋之前想象中佢會做嘅嘢都係差唔多一樣咁滯嘅。撳一下就係開相機 app， 再撳一下就係影相，輕輕咁撳咧就係 focus， 向左向右撇就係 zoom 近或者 zoom 遠，而輕輕掂2次咧就係可以校其他嘅控制，包括去校翻你嘅景深嘅效果、曝光度等等。咁當然啦，呢一代作為第一代佢真係全面適配 Apple Intelligence 嘅 iPhone， 佢都介紹咗好多功能啦。雖然大部分嘅功能都係之前喺 WWDC 入邊講過，唯一一個只限 iPhone 16入邊有嘅功能咧，你撳一下個 Camera Control 個掣，你就去影一樣嘢，咁佢就會同你講翻呢樣嘢係乜嘢啦，佢嘅背景，佢到底係乜嘢，個原理有啲似 Google Lens 嘅，咁不過咧就係 Apple Lens 啦，你可以咁講。咁不過大家要知嘅嘢就係 Apple Intelligence， 佢喺 iPhone 16出咗嚟嗰一刻咧，佢都未出嘅，佢會喺遲啲，我諗大概我唔肯定幾時啦。總之佢話今年內，我諗今年年尾到出。咁不過到咗佢真係出嚟嗰陣時咧，大家用嗰陣時佢都淨係可以支援呢個嘅美式英文嘅啫。咁至於中文或者其他語言就暫時就未有嘅，好似話出年。當然新嘅 iPhone 就有新嘅相機，佢呢個嘅超廣角鏡頭就支援自動對焦啦，亦即係代表支援微距影相啦。呢個功能喺 Pro 嘅 iPhone 近呢幾年都有。同埋當然今次嘅鏡頭打翻直，佢最主要目的就係俾你可以喺呢部 iPhone 高錄影翻打橫嘅 Spatial Video。假設你有 Apple Vision Pro 嘅話，你就可以重新再體驗翻你人生度嘅嗰一刻。我有部 iPhone 15 Pro 都影咗好幾條啦，咁不過都冇機會真係帶 Vision Pro 佢真係試個效果到底係點樣，亦都支援呢個嘅空間照片啦，即係你喺 Vision Pro 入邊睇翻你啲相會更加有立體感。而 A18嘅晶片有更加強大嘅性能，佢就支援呢個嘅 Triple A 嘅遊戲，佢有講咗幾個啦，即係例如 Residential Evil Village 同埋 Assassin's Creed 呢啲比較大型嘅遊戲，佢而家都可以支援嘅。同時亦都支援呢個嘅動態光線追蹤，令到你玩呢啲遊戲嗰陣時細節更加豐富。另外今次 iPhone 16佢粒電 Apple 話會更加大啦，我睇官網咧，佢就話佢影片播放時間總共係延長咗2個鐘頭。之後咧就係 iPhone 16 Pro， 第一樣佢哋強調嘅嘢咧就係呢個更加大嘅尺寸嘅屏幕啦，就係有呢個6.3寸嘅 Pro 同埋6.9寸嘅 Pro Max。顏色包括更加黑嘅黑色鈦金屬、更加白嘅白色鈦金屬、原色鈦金屬，同埋呢個全新嘅 Desert Titanium。而且確真係非常之靚嘅。而佢哋都話16 Pro Max 將會係有史以嚟 iPhone 最大嘅電池。晶片方面支援嘅係 A18 Pro 嘅晶片，而鏡頭方面都有啲更新啦。一個最主要我自己最中意嘅變化就係無論你係買 Pro 定係 Pro Max 大定係細，兩部機依家都會有5倍 120mm 長焦鏡頭。上一代15 Pro 就得3倍嘅啫，佢有一個4800萬像素嘅主鏡頭，同埋一個4800萬像嘅超廣角鏡頭。以往都係12萬像嘅啫。另外一個功能就係呢個嘅 Photographic Styles， 呢個喺之前幾代 iPhone 已經有，而我都幾中意用嘅。我特別中意就係佢哋嗰個嘅 Rich Contrast， 基本上就令到成張相對比度更加高嘅一個功能。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外，再其他嘅，即係例如一個更加鮮豔嘅模式，一個酷啲嘅顏色。咁不過依家咧，佢哋就更加多嘅顏色風格可以揀嘅，你都可以根據翻唔同嘅情況去校翻唔同嘅效果，佢嘅效果嘅強度，甚至你可以喺後期做個 Control Pad 去控制翻一啲鮮豔效果嘅程度，就令到你喺呢部電話上面去執相個效果、顏色效果會更加簡單同埋更加方便咯。我自己平時都冇乜點樣用慢動作去錄影嘅，咁不過我前排都間唔中試過幾次咁樣啦。我錄咗之後個慢動作效果係幾好嘅，唯一一個唔係幾滿意嘅地方就係佢係錄到 1080p 啦，就唔支援 4K， 咁就令到佢成個效果，就算喺日頭好光嘅環境下，佢個質素都唔係好高咯。咁不過依家咧喺16 Pro 佢就支援 4K 120格嘅錄影，你可以選擇用慢動作或者普通錄影，你甚至可以將你部 iPhone 連一個 SSD 去錄120格嘅 log， 而喺後期咧，你都可以將嗰條120格嘅片去可能保留翻佢最原本嘅速度啦，甚至加慢50%、25%。例如你可以將120格變翻做24格，咁就令到你成條片你可以錄咗先，跟住你想再喺後期再揀翻唔同嘅 frame rate，你再自己揀都係可以咯。
我亦都有諗過佢哋今次會唔會支援呢個嘅 8K 嘅錄影啦。咁雖然今次佢哋都係冇嘅，咁不過我同一時間其實我覺得 4K 喺部 iPhone 上面應該質素都已經好過其他支援 8K 錄影嘅電話啦。另一樣我冇 expect 過，我冇諗過佢哋會出嘅一個 update 就係呢個嘅係關於錄音嘅功能，就係呢個 Audio Mix 嘅功能。佢做嘅嘢咧，即係例如你錄片啊，即係你講嘢嗰陣時咧，佢係可以去智能咁樣去分辨你個人聲同埋你周圍 background 嘅聲。而家後期咧，假設你選擇你係唔想聽到後面 background 有人講嘢嘅聲，就係想成條片都 focus 喺你講嘢嘅話咧，你係可以去校翻去真係完全係移除翻 background 嘅聲，就令到你把聲更加突出、更加響。咁而今次 iPhone 16佢全系列佢嘅 MagSafe 插電都更加快啦，以前淨係支援15W，而家最高支援30。咁喺價錢方面咧，全系列同舊年嘅價錢係基本上冇分別嘅啫。16係699起，16 Plus 係769起 ，Pro 係8599，Pro Max 係10199。16最高支援1.2GB，而 Pro iPhone 最高支援1TB。4部機今個星期5開始可以預訂，而佢會喺9月20號正式發售。一樣我覺得大家到依家都會繼續去控訴、繼續去鬧嘅咧，就係呢個嘅 iPhone 16。佢都仲係支援60Hz啦，我覺得去到而家呢個階段，真係你想講咩就講咩啦。即係我覺得其實我都係時候要支援一個更加高刷新率嘅 mon 啦，即係起碼90Hz咁樣嘅。不過就都係60啦。我覺得假設你真係咁介意嘅話，你就真係索性直接買一部 iPhone 16 Pro 或者以前嘅 iPhone Pro 就 OK 啦。因為我都同時知有啲人佢係完全唔理嘅。咁對於呢啲人，我覺得就係啦，就冇乜所謂啦。咁以上就係一啲 iPhone 16嘅 update 啦。之後就係全新嘅 Apple Watch Series 10。呢代 Apple Watch 我會話係近呢幾年，甚至會唔會啲人可能有啲人會期望佢係喺有史以嚟最大一次嘅更新。我唔覺得今次係最大一次嘅更新。咁不過的確比起以往嗰2、3、4代咧，係有啲明顯嘅更新嘅。最主要設計嗰方面同埋健康功能嗰方面，佢有更加大嘅屏幕、更加窄嘅邊框、更加輕嘅設計。咁依家都係有2個錶面啦。以前佢係41同埋45，依家佢係42同埋46。更加快嘅叉電同埋呢個 S10嘅晶片。Apple 話呢個係佢哋有史以嚟第一個超廣角嘅 OLED 嘅屏幕，同埋更加光啦，同埋佢嘅刷新率由以前每分鐘刷新1次到依家每秒就1次㗎啦。即係假設你 Always On Display， 假設你係顯示個鐘個秒針識喐嘅話咧，佢就會每一秒都會更新翻個秒針嘅方向咯。雖然呢啲細節我自己就唔係話十分之理。咁顏色方面咧，呢個嘅鋁金屬版本就有呢個嘅玫瑰金色，同埋呢個嘅銀色，同埋呢個嘅 Jet Black 呢個嘅亮黑色。呢個我記得喺以前 iPhone 7嘅年代係有啲咁嘅顏色啦。我唔肯定呢個色會唔會好似以前咁吸好多手指印咁，不過的而且確亦都無可否認，佢係真係都好型嘅，我覺得。仲有就係不鏽鋼 Apple Watch 而家俾鈦金屬取替咗啦，就係而家有支援呢個嘅 natural 嘅顏色啦，金色同埋灰色。我會覺得其實佢個 look 到依家都幾似不鏽鋼嘅樣啦，雖然佢話係鈦金屬。仲有一樣大家之前一直都諗緊嘅嘢，就係新嘅 Apple Watch 佢嘅錶面擴大咗，佢機身某程度上都大咗少少。咁樣嘅話，新嘅 Apple Watch 會唔會支援以前嘅錶帶咧？而以前嘅 Apple Watch 會唔會支援新嘅錶帶咧？咁事實上咧，佢哋而家係有40啦、42同埋46mm 3個選擇嘅錶帶方面。咁而40mm同埋46mm 都會分別支援以前嘅細同埋大錶面嘅。而今年都終於有一啲新嘅健康偵測嘅功能啦，有一啲嘅意思係1個啦，咁就係支援呢個嘅去偵測你呢個呼吸暫停、瞓覺嗰陣時呼吸暫停嘅功能。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都好重要嘅健康數據嚟嘅，因為有啲人佢會唔知自己有啲咁樣嘅問題啦，即係瞓下覺突然間呼吸暫停，除咗扯鼻鼾扯得好勁之外，會可能日頭嗰陣時令到成身都好攰啦、好眼瞓啦。咁呢啲數據佢都會喺健康 App 入邊去顯示。呢個功能亦都會支援 Series 9同埋 Ultra 2兩隻錶嘅。另外就係呢個嚟自 Apple Watch Ultra 去度翻你喺可能喺水入邊嘅水深啊、水嘅溫度。咁係啦，就係咁多啦。我自己老實講，我諗我同好多人都一樣，都會期待可能更加多嘅功能啦。因為呢個作為一個叫第10代嘅 Apple Watch， 即係第10週年，大家可能都會 expect 佢嘅設計或者佢一切嘅功能，佢嘅更新幅度會好似 iPhone X 咁樣啦。咁不過就好明顯就冇嘅。電量亦都一樣啦，都係18個鐘頭啦。我都知有啲人會覺得呢個電量都真係好唔得啦，即係好少啦，唔夠用啦。我用住 Apple Watch 4至5年啦，都接受到咧，真係每晚好似擺電話去叉電一樣，你擺隻錶去叉電，叉完之後你再帶嚟瞓覺，跟住就 keep 住繼續帶咯。價錢都係一模一樣，都係3199起。之後就係 Apple Watch Ultra 2，唯有一樣佢改變咗嘅嘢咧，就係加咗呢個嘅全新嘅黑色鈦金屬嘅版本，同埋都有一個全新嘅 Ultra 嘅錶帶，就係呢個嘅 Titanium Milanese Loop。其實之前我睇過啲傳聞係講關於今年未必會有第3代 Apple Watch Ultra，咁不過與此同時，我覺得
Ultra 都冇必要年年更新啦，即係你基本上你舊年同埋前年嘅分別都唔係咁大嘅情況下，今年你既然 build 唔到啲咩出嚟嘅話，就唔好 build 啦，即係你轉隻顏色都得㗎啦。其實我諗大部分嘅人都已經滿意㗎啦，我自己都滿意㗎啦，雖然我都唔會買。而最後我想講嘅咧就係 AirPods， 首先就係 AirPods 第4代，佢嘅設計同以前 AirPods 第3代係差唔多一樣咁滯嘅，咁不過啲 sensor 咧就可能調一調位，同埋 Apple 都再三強調話呢個係戴起上嚟最舒服嘅 AirPods。佢講咗好多嘅數據啦，即係例如咩調查咗唔知5000萬人咁樣，跟住之後去研究翻佢哋耳仔嘅形狀，跟住就揾到一個適配到每一個人嘅形狀嘅耳機咁樣。今次都支援 H2 晶片啦，即係代表音質更加好。插電盒都變咗做 USB Type C， 佢哋又話呢個係最方便攜帶嘅插電盒啦，支援 Apple Watch 插電、MagSafe 插電、無線插電，同埋有一個 speaker 嘅。假設你唔見咗 AirPods 嘅話，你可以響翻咯。而耳機連合嘅電量就係大概30個鐘頭。咁不過呢個 AirPods 第4代咧，其實佢有2個版本嘅，一個就係頭先上述所講頭先嘅功能，另一個版本咧就係支援呢個嘅主動降噪啦、通透模式同埋呢個嘅 Adaptive Mode 嘅功能嘅一個版本。老實講係幾意外嘅，即係呢個基本上我會覺得同 AirPods Pro 第2代嘅距離係縮短咗好多啦。我唔肯定佢嘅音質同埋體驗方面同 AirPods Pro 2有啲咩分別啦。我覺得唯一一樣嘢，最主要一樣嘢就係可能有啲人會 prefer 硬嘅膠擺喺隻耳仔入邊，即係掛喺隻耳仔入邊就 OK。有啲人就會比較偏向中意即係一啲直膠支喺個耳機入邊，就更加貼隻耳仔咯。即係我諗係可能而家提供咗多一個 option 俾人去選擇。咁不過依家2部耳機都真係好相似咯，都係嗰句有2個版本，分別就係呢個嘅1099就係最基本嗰隻乜都冇，另外就係有主動降噪啊、Kitty 卡啦嗰啲就係1499蚊港紙嘅，仲有就係 AirPods Max 啦，呢個係大家都等到花兒都謝了嘅一個 update 啦。雖然今次 update 老實講都 update 我都等於冇乜點 update 過，除咗顏色變咗少少啦，就係有呢個嘅午夜色啦、藍色、紫色、橙色同埋星光色，依家亦都支援 USB Type C， 就係咁啦，價錢都係一模一樣，都係冇記錯咧，係4599蚊嘅。係啦，我諗大家可能都期待，可能音質有咗好多少少，支援多少少嘢，咁不過就冇啦，都係咁樣啦。佢都用緊 H1 晶片，相信大家都等緊一個更加幅度更加大嘅 update，咁不過就冇啦，即係我唔肯定下一次 update 又會幾時啦，會唔會又再等多4年咧？最後 update 咗嘅嘢咧就係呢個嘅 AirPods Pro 2， 我之前都拍咗一條片去講關於我幾咁中意佢哋啦，即係佢哋個體驗有幾咁好，啲音質有幾咁好。咁不過依家咧，除咗音質方面有更新之外咧，依家都會有一啲全新嘅健康嘅功能。首先咧就係假設你喺長時間係喺好嘈嘅環境入邊咧，佢本身就會預設翻去開呢個嘅保護你聽力嘅功能，同時保留翻本身音樂嘅 dynamic 嘅。第2個 update 就係呢個嘅去驗耳嘅功能啦，我自己都冇乜機會去真係去驗耳啦，即係除咗可能一啲健康檢查之外，佢會用5分鐘時間去可能播一啲音樂啦，去睇下去量度翻你嘅聽力仲有幾多咧？可能我唔肯定佢會俾個分數你，俾啲評語你定係點樣啦。同埋一樣佢哋再三強調嘅嘢就係呢個係一個係經過證實啦，即係呢個係醫療級嘅一個聽力測試嚟嘅。我好期待，亦都同時有啲驚去測試啦。我係啦，因為我都唔肯定我聽力得翻幾多。而最後咧就係呢個嘅助聽器功能，呢個我冇記錯，好似前排都大概講過呢樣嘢啦。咁不過依家基本上係令到你更加可以聽到周圍嘅環境更加清楚咯。咁以上就係一啲今次 Apple Event 嘅一啲 update 啦。我覺得今次 iPhone 嘅更新大部分都係同 Apple Intelligence 有關嘅，即係我覺得至少呢個係 Apple 佢哋想表達到嘅 message 啦，就係 focus 喺 Apple Intelligence 方面。我本身期望緊一啲係全面適配於 iPhone 16嘅 AI 功能，咁不過大部分功能之前都已經宣布咗，即係當然啦，除咗呢個嘅 Visual Intelligence 嘅功能，咁不過假設你有部 iPhone 15 Pro 嘅話，你缺少嘅 AI 功能都真係唔多咯。除咗可能色先佢當然佢運算速度更加快 ，AI 嘅 request 可能處理得更加快，咁不過大部分嘅情況下，我覺得15 Pro 都真係，我覺得個價值都係喺度嘅，即係都保留到佢嘅地位嘅。咁不過假設你有一部更加舊嘅電話，即係例如 iPhone 可能13、12、11咁樣，你買一部新嘅 iPhone 就變相係等於有埋呢一堆 AI 功能咯。咁而我覺得呢啲 AI 功能可能會改變用你部電話嘅方法，可能令到 Siri 更加聰明。當然呢啲係咪真係成真呢？我會真係要親身體驗過先知啦。唔知大家對今次 Apple Event 嘅發布會有啲咩睇法呢？大家用緊邊一部電話呢？你會唔會考慮下轉 iPhone 16或者16 Pro 呢？你自己最期待邊個產品咧？喺成個發布會入邊有啲咩想講嘅話，歡迎同我講。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埋記得撳鐘仔。咁就係咁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